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法国在试射一枚核导弹后，又一次性出动3艘战略核潜艇。加拿大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用于替换 CF-18 战机。马来西亚与土耳其合作，计划研发该国的下一代装甲战车。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法国在试射一枚核导弹后，又一次性出动3艘战略核潜艇。2022年3月23日，法国军方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这被外界看作是对俄罗斯核威胁的反击。早在今年2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下令提高了俄战略威慑力的警戒级别。这一举措显然是警告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中不要乱来，否则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可不是吃干饭的。而在3月22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公开表示，假使俄罗斯面临真实的生存威胁，俄罗斯会考虑使用手中的核武器。而在这个声明发布的第二天，法国军方就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显然此番举措针对性非常强，法国此举也让外界非常吃惊。毕竟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发射空射核导弹，法国此举无疑是在警告俄罗斯不要乱来，否则法国的核导弹也不是吃素的。然而就在外界认为这样的举措已经足够重磅时，法国又放了个大招，动用了战略核潜艇，这更是出乎外界的意料。法国媒体近日爆出，法国海军的2艘凯旋级战略核潜艇已在3月24日之后离开了位于法国布雷斯特的母港，使得目前在大洋中巡航的法国战略核潜艇数量达到3艘。法国媒体称，此举是对俄罗斯发出核威胁的回应。而目前法国一共也只有4艘战略核潜艇，在通常情况下，法国海军只会派出1艘战略核潜艇来执行巡逻任务，另一艘会处于警戒状态，但并不会离开军事基地，剩下2艘则在进行日常维护。而这次法国的3艘战略核潜艇目前均已离港进入大洋巡航，这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30年中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法国凯旋级战略核潜艇是法国海军现役最先进的战略核潜艇，每一艘都装备了16具 M51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筒，而 M51 潜射弹道导弹则是法国最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于2010年首次部署，一枚导弹可携6至10个 TN75 核弹头，射程约为1万公里。此次法国的3艘战略核潜艇同时战备出击，一共能携带48枚洲际导弹。这个阵仗可是非常恐怖的，毕竟携带的48枚洲际导弹足以震慑任何国家，能在20分钟内打击到北半球的任何目标。法国在敏感时刻接连2次展示核威慑力量，摆明的就是为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核战略威慑，借此来提醒俄罗斯法国及北约并不惧怕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毕竟法国不仅是欧洲的主要军事大国，也是具备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在俄罗斯一再释放核打击信号的当下，正是法国作为北约一哥展现实力的时刻了。加拿大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用于替换 CF-18 战机。2022年3月28日，加拿大公务与采购部部长宣布，加拿大政府在新一代战机订单竞标企业中选定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向其订购88架 F-35 隐形战机。发言人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的新战机订单竞标者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加拿大与该公司的谈判进入最终阶段，将在接下来7个月内敲定合同，而第一批 F-35 战斗机有望最早2025年交付。发言人表示，加拿大为此已拨款约150亿美元，而采购88架 F-35 战斗机是加拿大空军30多年来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一笔投资。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表示，决定采购 F-35 战斗机是确保加拿大军事实力得到加强的重要一步，因为世界在2月24日这一天彻底改变了。2月24日，即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此前的加拿大政府对于采购 F-35 战斗机的意向其实相当反复。火力军在介绍加拿大空军的那一期节目时就有提及，美国一直都想让加拿大购买 F-35 战斗机，因为 F-35 战斗机的购买客户越多，越能够均摊 F-35 战斗机的研发及生产成本。而加拿大作为五眼联盟的一员，一直是 F-35 战斗机的生产国之一。早在1997年，加拿大就参与了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也就是如今的 F-35 战斗机的研制项目，在全球的 F-35 战斗机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境内有数十家公司参与了 F-35战斗机的生产项目。在整个 F-35战斗机的生产周期内，加拿大会有68至99亿美元的经济利益，累计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可以说，加拿大因 F-35战斗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加拿大收获丰厚回报后，在花钱购买 F-35战斗机方面却下不了决心。早在2012年，加拿大总审计长发布的报告称，购买 F-35的总成本将上升到250亿美元。加拿大舆论借此批评国防部有意低估成本，夸大好处。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将采购决策权从国防部转移到公共工程部，并成立了国家战机采购秘书处进行研究。而后的调查报告表示，购买 F-35战斗机总开销将高达450亿美元，这更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与不满。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订购合同，再加上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因为波音公司与庞巴迪公司的官司而出现了裂痕，因此购买 F-35战斗机的合同被加拿大取消，转而购买澳大利亚空军的18架二手 FA-18战斗机。如今加拿大方面确认购买88架 F-35战斗机，一方面是美国的不断游说，一方面是俄乌战争引发的世界冲突威胁。不知美国方面是否要感谢一下俄罗斯的神助攻？马来西亚与土耳其合作，计划研发该国的下一代装甲战车。马来西亚的 DRB 公司和土耳其的 FNSS 公司正在合作研发黑豹装甲车，以取代马来西亚陆军现有的德国 Condor 4x4 装甲车，比利时制造的 SIBMAS 6x6 装甲车。黑豹装甲车是一款2栖装甲战车，有 4x4、4x6 和8x8 版本，由土耳其 FNSS 防御系统公司生产。黑豹装甲车于2002年开始研发，基于美国公司 GPV 的设计，能够提供类似于防地雷反伏击车的武器和地雷防护水平，同时又提供装甲战车的火力和机动性。黑豹装甲车能够承担多种的作战任务，例如情报侦察、反坦克作战和指挥控制。其 4x4 版本具有极佳的功率重量比、小巧的外形和出众的2栖突击能力，其 6x6 版本则特别强调机动性、防护能力和有效载荷更为突出。该版本的前后轴转向系统使车辆具有同级别中最小的转弯半径。4x4 版本配备 ARCT 遥控反坦克炮塔，6x6 版本则配备 12.7 毫米 3CAC 遥控炮塔，同时都采用模块化设计，允许在同一辆车上安装不同的炮塔。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法国这次兴师动众的核威慑能够对俄罗斯产生多大的震慑？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